教科书上面的脊椎图，这是1911年的。1911年的时候，教科书上人的脊椎的曲线是这个样子。啊？什么？镜头。啊，这样子哈。那后来呢，变成这样子。后来的教科书大概这个大概是1980几年以后的。啊，哎，我要看看。这个是左边是1911年的，这边的是几年的？我看看，忘记了。反正就是你们现在的医学教科书上面的脊椎是这个形态的。所谓的正常脊椎，所以可见得现在所谓的正常脊椎，在1911年来讲是不正常。晓得吗？它是随着人的习惯而变化的。那这本书啊，我买这本书啊，就是为他帮我拍了很多照片。这个磷酸痛的这个书啊，我倒是没有太仔细去看他的练习方法。可是因为我很早就有这个想法，就是我要看看那个不受现代文化干扰的人现在的体态是什么样子啊。但是我没有他这样子的能力去全世界跑。你看你看这样的体态，他们自然的弯曲是从胯来的，脊椎是直的。劳动的人，后来怎么变的？后来是欧洲那个时候啊，吹起了一股这个颓废风，因为在法国那种流行时髦的时代啊，模特儿他们认为以前那种正正当当的太过古板了啊，因为所谓反传统是什么？反传统就是传统说东，它就往西，就是反传统啊，所以吹起一股这个风。这个风以后呢，从模特儿开始，那种演艺人员开始，就引导出这样子的姿态，认为是美啊，认为是美。所以人的姿态受很多的影响。你们看他们的脊椎啊，有没有？绝对不是向后凸的，绝对不是向后凸的。你们看小孩子的是最准的。你看这个小孩子，你们看这个，这就是正常的姿态，因为他还没有受到什么，他在那一坐就是这个样子。你们看是不是胸腔在前面，臀部在后面？然后你看他的属膝这个地方，它是贴合的。那现在包括现在的小孩子一坐下去，这个地方往外放了，然后脊椎开始往后弯了，脊椎往后弯了，头就往前探了，变了啊。所以我们讲这个是这个作者的先生，以前他是左边的这个姿态，后来经过他的调整训练以后，变成右边的样子啊。你们看任何一个，你们看他们是不是？你们看这个脊椎跟胸跟臀，胸是不是在前面，臀在后面？臀好大。臀好大，因为他们会用胯，他们会用胯。后面凸的蛮厉害的。你看，他们每一个劳作的人，看他的腿是直的，他的弯曲点在胯，他保持到上身是直的。
这在他们来讲是经过长期的劳动得出来的一种身体的智慧，他知道怎么做，他的身体比较有效率啊。你看，他拍随便一个小孩子啊，现在这种姿态的小孩子已经很少见了。你大概3岁前或者5岁前，有些还可以看得到，有些已经没有了啊。这个是几个，他书里面是很多的啊。他说那个埃及的木乃伊、埃及的像、埃及的造型里面，人的姿态都是这个样子的。全都是这样子。改天他们的尾骨有一点往上吗？啊？尾骨会有一点往上。你说往后翘啊？对，会吗？其实是那个地方应该是正的，只是他们的臀肌比较大， OK， 因为使用臀肌多啊，臀肌比较大。那现在的很多人啊，包括男人啊，他没有屁股，没有屁股，他没有臀肌小。上面大，臀肌小，表示这个区域的力量他很少用，他用哪边？他要用这边，所以你身体使用的方式，你用什么方式使用身体，你的身体就呈现出来那个样。所以是现代人运用身体的机会太少。所以不知道怎么去正确的使用它，然后又 follow 很多流行的，比方审美观就是嘛。审美观变了以后，你变成什么？你变成一个后来的潇洒，后来的大家欣赏的姿态是什么姿态？就是歪斜的姿态。你这个人站得规规矩矩的死板。所以审美观变了，审美观变了以后，大家就朝现代的审美观的方向去追求他的身体形态。我曾经讲过嘛，最明显的是什么？007的主角 007。James Bond 他从第1代开始，你看他们一直都是很挺拔的，一直到后面那个谁啊，后面那个拍那个，后面那个年纪大白胡子很帅的那个史恩康纳莱，一直到他史恩康纳莱以后就变了。你看后面演那个007的，他的姿态成为什么？他的姿态成为这样子了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导演？为什么那些人会用这个姿态来呈现007？007是一个英雄嘛，所以你看以前的他们追求的英雄姿态，你看西部片 John Wayne 是什么姿态？克林斯威特是什么姿态？是不是？就是说，当代对这种英雄人物的形态应该是什么形态？是有一种理想的。后来这个理想变了，那 model 变了，追寻的人就变了。这样不懂？那你看教科书里面的脊椎形态都变了，那这些写教科书的人知道吗？那他的采样是当代人啊，那当代人的姿态已经变了啊，所以你的样本是错误的。这样不懂？那你如果是以这种脊椎的形态认为是正常，而去治疗人的话，那不是差之毫厘，失之千里啊！所以我觉得这本书最大的好处就是什么？帮我
帮我证明了这些事情。然后这个小女孩，你们知道吗？她，你哦，跑去非洲长大，不是她在非洲生的，生的，她叫什么我忘了。对，有这个故事。她爸爸是英国人嘛，是不是？是一个摄影家，法国人，之前老师讲啊，我忘了，摄影师。他在非洲出生以后，他爸爸妈妈也没时间管他，就丢在外面跟动物玩。所以他的姿态是正常成长起来的。他没有坐学步车，他没有坐椅子，他没有任何弹簧床、舒服的东西。它是自然的生态。你看自然的生态是什么样的？自然的人成长起来的姿态是什么样子？就是这样子啊。它自然的这个肩啊，你看它的肘，你看它这个肩关节很明显嘛，它的肘是朝着，它自然的它的肘是朝前面的。我们现在的人呢，90%多那个肘是朝内的，表示什么？表示这个肩关节没有开，这个肩关节没有开，所以你这个肩关节没有开，它影响到的是，你看它的胸，这个地方啊，强壮，这个地方是开的，这里应该是开的，是不是？那你从小这边没有开的时候，你这边就不会开。身体是这样的，你影响到一个地方，它跟树是一样的嘛。树的生长，自然生长起来，你如果在这边挡一颗石头，它就往那边发展了。它整棵树的就往那边发展哦，它不是被挡到的地方不发展哦，是不是？它是整棵树就往另外一个方向发展所以什么是正确的身体？什么是理想的身体？你看，你们看它是不是自然的？你看它那个中线多正，是不是？力量落到脚上面去，非常自然。老师，但是有时间这样的话，很多人会觉得是骨盆有点前倾的，是正常的话，骨盆会前倾一点吗？没有。不会，骨盆前倾或后倾决定在哪边？决定在你的髋关节是不是正的？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你把调到你的髋关节，就是大腿骨跟你的袖放到一个你不用力，那个圆球也能够正确稳定住的地方，那个就是正的所以前倾或后倾是一个现象，是一个现象。那为什么它要前倾？为什么它要后倾？当然是为了去平衡嘛。那他为什么要去用这种改变姿态来平衡呢？表示他原来的姿态是不平衡的。那老师认为，刚那一张照片有2个脊椎，就是左边跟右边，它变的原因是什么？因为1988年还没有手机，也还没有网络。对啊，我刚才说过，它是一种流行嘛。只有美观的变。对，这个影响很大的哦。手机还要当。它不是手机，只是一个传播工具。那我的意思是因为大家看手机，所以他肩膀变高。不是，是一种头脑里面的形象。是一种头脑里的形象。你如果有追星，或者头脑里面有一些明星的一些你的偶像的话，你看久了，你看他们的姿态，你觉得好帅哦，你的姿态慢慢就成为那个样子。那按照这个逻辑，就是你要改自己，你就可以改你的偶像。你没有必要，你会知道你没有必要去，你不以那个偶像为偶像的时候。因为我的意思是，比如说我现在背弓，然后我要把它改正
那我就要去看以前的一些人还是是啊，然后所以我说你练武是不是？你练武去看一些老师傅的图像嘛。老师傅，我是说在民国那个阶段，民国以前的，还不太受到现在一些乱七八糟的观念的影响的。你去看他们是什么姿态，不管练什么拳，我讲过嘛，你看他们那边一站，他有一个向上的力量，好像一颗炮弹，在那边站着一样。你们去看一些民国初年一些老师的照片嘛，他们往那边一站，一站，你就感觉他有一个力量是往上的。现在你去看很多武术老师的照片，他是什么的？他是这样子的，他是往下的，他身体力量是往下的。这就是对武术很多经典上面的话语的错误的解读而产生的。比方你错误解读了含胸拔背，把含胸拔背解读为往后缩，你就成为这样子。你一往后缩，你的身体就不会有一个往上的力，它就往下掉了嘛。这样没懂？啊，所以我是可以问一个问题。可以。所刚刚讲的很多人现在的身体比较放松。对。但是我们练习太极的话，不是肌肉要放下去。对，肌肉放下去，骨骼要撑起来。所以以前老师形容成好像在衣架上面挂一个衣服一样嘛。肌肉是那个衣服，衣架是骨骼。所以你的架构撑起来，架构是什么？架构就是骨骼为架构，以骨骼为架构，不是以身体的外形为架构。我们在讲架构的时候，是指的骨骼，是指的关节的角度，是以骨骼为准来讲结构，晓得吗？不是以外形来讲结构，所以有很多的错误，就是说我们练习正确的话。你看修行，比方讲，现在很多练瑜伽的，瑜伽到后来练到什么？是他的身体可以有很大的一个自由度，是不是？你身体有很大的自由度，你里面的气血、里面的能量，它才有比较顺畅的路径可以走，是不是？所以他们要这样的身体。中国的道家也是一样。他要修什么？大部分都是先从身来嘛。你把身要先建立起来，给他自由度，让他开，然后你才能去练里面的能量。可是现在很多大家追求的太过了比方那些练肌肉什么都需要练，可是不能过。什么叫过？那个过就是当你的练习限制了你的关节活动的时候，就过了。所以变成很多练身体练的成为这个样子嘛，手没办法伸直了然后练成这个样子，腿也是一样，练成那个收缩肌练得太过了所以你为什么要练身体？你为什么要练身体？这是第一个要问的嘛。你要让身体变成什么？你要让身体变成一个受限制的一个活动体，还是让它变成一个自由度更高的成为一个这样子的活动体？
那我们练，我们为什么要练成限制自己呢？那就是刚才讲的流行的观念。流行的观念常常让我们，因为它流行嘛，流行是什么？大部分人都说好，大部分人都说好。所以现在的人是没有做生意的都知道了，消费者是没有分辨能力的啦。消费者没有分辨能力，所以代言都找谁？明星啊什么？他们追什么？追明星。明星用的他就用嘛，品牌大的他就用嘛，是不是？就是由这些外在的东西来帮他验证这个东西的好坏对错，是吧？可是那些东西在商业化的环境里面全变了。现在我在网络上面也看到有一些人出来讲了，就是说任何一个硬板凳都比那个什么人体工学椅要好。那个人体工学椅根本是错的，把人体搞坏了嘛。那现在慢慢有人讲